考了一下，我们就还是升级了，所以移机的中途还加了套餐升级，套餐并不在我名下。嗨，大家好，我是兔兔，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最近视频的更新频率又慢下来了，跟大家汇报一下，我打算搬家了，然后呢需要自己开通网络，所以这几天就在忙着这个事情嘛。说到开网，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了哈，像我在成都之前也是经历过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期视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在泰国清迈开通宽带跟国内到底有什么不同。是一个什么价格水平？首先给自己叠个甲，就是我了解的运营商不多，然后这一次呢选择的是合作形式的，就是 3BB 和 AIS 这两家运营商合作推出的套餐服务。可以看到什么娱乐套餐、手机套餐、超高速套餐、多设备套餐、企业套餐等等。每个月的价格、网络规格、送的设备、时间都还是挺清晰的，一目了然。目前对我来说最合适的应该是 Internet Only 套餐，也就是纯网络套餐。但当时呢，我其实是12个月跟24个月这两个选项之间犹豫了一下，因为还是有一些价格差异的嘛。但是我后来了解到一个政策，就是说它这个宽带携号搬家是非常简单、非常方便的。再加上我是外国人，我一年有3次可以暂停的机会，那就暂停的这个时间段它是不收取费用的。考虑再三，我选择的是下行1季、上行500兆、合约期24个月的套餐。那折合人民币，按照当前的汇率来算的话，就是130块一个月。资费这一点呢，看怎么看，因为这个线路质量还是不错的嘛，那也就是说省去了巴拉巴拉巴拉的费用。确定好套餐之后，就在麦上联系了官方客服，全程跟客服就是英文文字的沟通，其实挺高效的。然后对方就问我什么联系方式、住址，并且问我你现在在家吗？等一下，工作人员就可以上门来签合同。我们都知道泰国人办事嘛，宅烟烟慢慢来。我原以为1周内有人来就不错了，看来还是我格局太小了。然后我们就约定了当天下午的一个确切时间签合同，我呢也就按照这个时间赶到了那边。结果人家工作人员已经在1楼大厅等我了，然后就跟着我上楼就开始签合同。其实这个过程挺快的，确定套餐信息、出示护照、签字确认就 OK 了。一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就当时我没有准备 TM30，要晚些时间给到啊，还要跟他解释什么的，但都不需要。好像外国人的话就出示护照就 OK。然后这里有一个小 tips， 对方说外国人需要预先一次性支付6个月的费用。那因为我签的是一个24个月的合约，所以我不知道时间更短，比如说12个月的话，那应该预先支付多少？但是可以享受10%的优惠折扣。之后工作人员就当场让我在手机上下了一个3BB 的应用，然后帮我开通注册了宽带的账号。那因为前面也提到嘛，我选择的这一个呢，它是 3BB 和 AIS 合作的推出的套餐，所以同时我也得到了一个 AIS 的账号。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通过 App 去支付账单，也能收到系统发来的消息了。过了没多久，我就收到了手机 App 推过来的一个通知，2天之后会有工作人员上门开通网络。但是它的那个上门时间呢，不是说很精确，而是一个时段，就比如说下午2点半到5点半这样一个时段。那其实在开通网络的前一天，都还会有工作人员打电话确认。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时段最早的那个时间节点，还是最晚的那个时间节点到。所以其实那一天我等了挺久的，我以为就像国内一样来一个运维人员，结果来了3个，而且这3个人的分工非常明确，
就他们到了大厅之后，一个人负责去室外的设备房测试线路，一个人负责在室内看光纤接没接通，还有一个人负责打开光猫的包装以及填表。这个场景还是有点震撼到我的，因为像我在国内的时候开通宽带也经历过了嘛。当时呢，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个师傅他负责的是一个小片区，像我们家那个小区大概有2-3千户人，都是他。就大家都会把他的电话号码备注的那种程度，随时呼叫随时到。结果等光线接通之后，一个人就回车上去了，剩下2个人就留在了客厅，其中一个在光猫的初始化，另一个呢就看奈飞，都给我看笑了。网络接通之后，对方就让我在纸上写了 WiFi 的名称和密码，然后跟我核对，之后就帮我设置了。我一开始以为就是随便设置的，但后来才知道，其实它是跟光猫绑定了的。也就是说，之后光猫初始化的话，也会恢复成这个账号和密码。这一点对新手来讲倒是挺友好的。然后我掏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已经翻译成泰语的问题。这是基于我以前在成都开通网络的经验，我就希望他们能够一次性的帮我解答了。结果对方有一些是看懂了的，就比如说 PPPoE 账号密码当场就给我了，然后表示也已经桥接了，设置好了。然后还有一些呢，他们就说要回去确认了之后才能给我准确的答复。实际上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存在沟通障碍、沟通问题的嘛。我想着网都已经开通了，也不好意思强留别人了，但没想到就此埋了一个大坑。这就是它配的光猫，双天线双频 WiFi 6，4个千兆口，1个 USB 口，型号就是这个。有设备达人能评价一下这台光猫的性能怎么样吗？不准备用它做主路由，所以打算设置桥接，然后用 Express 来拨号。可是我之前跟安装人员的沟通不畅，一度以为他们已经帮我设置好了桥接模式，结果发现 PPPoE 拨不通，然后我就到后台去看，发现也没有什么能改的设置，唯独有一个模式切换的选项，我以为就是用它切桥接模式，结果一切之后就彻底断网了，无论是切回之前的设置，还是说物理 reset 重置都不行。我怎么折腾这个网络就是恢复不了，搞得我都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最后就没办法嘛，硬着头皮用手机 app 报修。我觉得我可能刷新了当地新用户最快报修的时间记录了，就等于说下午通网，晚上报修。过了1天，来了2位维修人员来帮我恢复网络。他们一番排查，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个光猫有问题，说什么 reset 之后信息全部乱了。那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给我换了台新的，然后把第一台的包装盒都给我留下了。我也请他们帮我解决光猫的桥接设置，但是他们居然表示不太懂，然后马上就打了一个电话远程求援。对方就给了他们超级账号和密码，然后指导他们进入后台，一步一步的进行操作。这个过程还是用了一点时间的。我呢就属于全程围观。其实这个修改过程只要保证 VLAN 信息是对的就可以。像在国内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给电信师傅去要超级账号和密码。这里我也把记下的账号密码分享给大家。看这个密码的组合方式，应该不是随机的吧？不给光猫完整权限这一点其实挺讨厌的，像国内的天翼光猫也是这个样子，就必须要厚着脸皮打电话给电信的师傅嘛。然后像我之前就一开始过来租的那间公寓呢，用的是烽火通信的光猫，我之前拍过视频嘛，登录进去之后是完整权限，就可以自己改桥接。光猫桥接设置好之后，维修人员就在自己的电脑上试了一下 PPPoE 拨号，发现通了，就跟我说搞定，然后跟我告辞了。至于我之前提的公网 IPv4 地址就再度被忽视了，就他们跳过这个问题。后来我一想，算了吧。然后反正现在网通了，能够设置桥接，我已经挺满意的了。像之前我们的一个交流群，就有网友，也是泰国的网友，就问我这个光猫怎么去设置桥接。
到这里呢，我的解决办法是两个，一个就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同款光猫，那么你试试这个超密，如果说不是，那你就只能自己厚着脸皮打电话去报修，让工作人员上门解决。当然我也测了一下速度，确实很赞。这个上网体验呢，又跟之前的相比很不一样，又提升了一个级别。这就是这次在泰国清迈整个开网的过程了。其实整个体验挺不错的，然后我发现泰国这边的运营商，它的效率和服务都还挺好的。但就是有一点啊，他们喜欢电话回应和回访，就搞得我沟通压力有点大。IPv4 公网申请我还没有去问，毕竟报修才结束，网络才恢复，我还是准备缓一缓。但是他们是提供了 IPv6 的，所以这里呢也想请教各位达人们一个问题：纯 IPv6 能否搞定远程访问和那啥啥啥？如果可以，那我就不折腾了。对了，我还把光猫的所有信息都备份了一遍，这样没准以后还能找到更好的设备来替代。然后我备份的时候就发现，它跟国内的相比，根本没有 LOID、password 这些信息，而是一串 SN 码，采用的是 SN 码来验证。这一点就挺不一样的。总的来说，这次在泰国清迈开网比我想象中的简单。这边的公寓呢，普遍都是面积比较小的，一个性能比较好的路由器就能做到全覆盖了。那之后呢，可能我还是会去尝试一下 WiFi 7的设备。OK， 那么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